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带您来看到的是呢，国际间目前每一个人在看的都是什么 Truth Social 啊？原因是因为川普会一直发文，一直讲话。可是问题是，昨天一发文之后呢，就告诉大家。我跟习近平很好啊，我在等他电话。结果你知道吗？在中方是怎么样的回应？来，百度热搜第一名，野蛮人永远别指望等到中国电话，还爆有没有？表示说什么群情激愤啦？因为呢，其实就在他们对中方课了50%到104%的关税之后，中方选择的是跟他硬干，直接回击，课他50%，所以呢，对美课税变到了84%。那不能认输啊，对不对？一个在对尬的过程当中认输的是小狗，所以川普马上晚上就讲什么，我对他关税升到125%，但是某一个部分软掉咯，原因是因为我现在知道有很多国家排队在跟我谈，75个国家嘛。前一阵子呢，我还看到他们有人发文说啊，可能没有办法用那么多的官员跟他一起谈，也许有一些人呢要请什么外面的公司来帮忙谈，这种我都有看过报道。好，可是现在他讲了，没关系，我们先 hold 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们很有诚意，所以我对你们暂停提高关税90天。税率先维持在10%，但北京缺乏尊重，所以呢，我要对它再提高，104不是整数比较难讲嘛，所以提高到125，到底为什么你又提高了那个21%？没有原因，没有理由，你也不知道他那个是怎么算出来的。但现在呢，中方如何回应？来，中方的回应就是4个字，叫做奉陪到底。他们强调，美方将关税作为极限施压的工具，与世界为敌，他们觉得这是霸凌的行径，注定会失败，所以没有要退，不会让。再呛美国说，川普呢，你这个叫做开错方、吃错药，会扰乱国际秩序。当然，大家会问，为什么会软呢？其实呢，现在美国的财长呢，他是有告诉大家。说最主要就是因为你们就是很听话没有报复，你不报复你就会得到奖励啊。那中方那个报复的有没有对他课到125之外，我还不排除要把那一些中国的企业撤出美国的证交所。那可是你这样子加这样加，等于是你知道打到死骨子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打法。突然之间川普讲了没有啊？他我朋友对不对？我其实很想跟他通电话我很喜欢他我会和他见面。大家就想问，有一点点错乱的感觉的时候，到底谁才能说话算数？来，美国的商务部还有财政部部长2个人异口同声的说，有关于对中的关税这件事情，不好意思，必须直接跟川普谈，那个叫做川普跟习近平的事。我们即便有人来跟我们接触，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底层的这一些工作小组其实还在进行当中嘛。但是即便如此，要跟我们接触的话，谈到重点议题，我们是不会继续谈下去，我们会往川普的办公室送过去，让他可以好好谈。到底为什么川普会突然软，会缩手，只有对中强硬？现在 CNN 的报道是说，是因为美债的关系。好，昨天确实啦，在盘中的时候呢，你就看到美债的那个殖利率一直往上飙到一个程度，大家觉得说，贝森特，也就是他们的财长告诉川普，这个真的有点失控咯。那川普表示，现在呢，他会做出这么样一个决定。其实说实话啦，就是因为呢，民众他要感受到有的人变得害怕了，所以呢，他才会先稍微暂缓一下，让只对中强硬这件事情继续下去。那么中方呢，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们是美债持有非常大量的一个国家，而且呢，他们现在还指导了他们的国有大行美元少买一点。换句话说，其实他们没有考虑透过贬值来应对这个关税战吗？因为呢，现在在美债殖利率这个飙破5%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开始在看了，说是不是美国这个核选项，美国有可能会因为中国突然抛售，因为昨天传出他们会抛500亿美元的国债嘛，如果它整个抛出来的话，哇，那个美债不管是长期短期，真的是完全会核爆炸。投资人最担心的就是，本来
可以立为避险最稳定的一个美国国债，现在突然爆炸，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呢，黄金价格在今天反弹了，一度呢是涨到了3132美元一盎司，逼近历史高点。甚至呢，你也看到了，德国现在是不是考虑要把他们放在纽约曼哈顿金库里面的1200吨黄金，通通运回去他们自己国内？大家会说这个美元金本质这么一件事情，会不会没有办法再挂钩？大家开始抛美元，开始回去报黄金、报白银，白银最近价格也涨得很夸张哦。所以大陆现在它要怎么样再下这一盘棋？大家都在看，而另一口呢，他们是已经先出手了，包括呢制裁18家的美国军工企业，里面呢也包括了美国光子公司等等，这一些呢通通列入了管制清单，而且呢，他们美中贸易战的升级还包括了教育留学生，说如果要去俄亥俄州留学的要小心，甚至他们的文旅部直接发通告了，说因为我们现在中美贸易战关系恶化，如果要去玩的话，大家要充分评估旅游风险，建议不要谨慎前往。好，这个就是美国现在从政府到民间，其实都会看到他们有一些的变化，甚至呢，已经变成有一种爱国情操了吗？因为直接就把这个变成了百度热搜，野蛮人永远别指望等到中国电话。请教一下亮哥，昨天川普急转弯啊，最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债市崩盘啊，绝对不是什么75家要排队跟我谈，那根本一点都不重要啊。那75家能够赚到多少钱呢？是，对不对？最大的2咖都没来啊，中国跟欧洲啊，对不对？我跟你讲，有一个中国大陆卖500亿也不算什么啊。美债10年期的美债一天的交易额是1.7到2兆美元啊，所以500亿算什么啊？这根本不是原因啊，真正的原因有人爆料了，有一个投资人叫 Spencer Hakimian， 他说昨天有一家日本的避险基金，他做多10年期的美债做60倍，昨天破产，哇，就是债市暴跌，逼得他破产。对，那这个又联动到很多人，这个是主因啊，所以不是中国，是日本。而且我跟你讲啊 ，CNN 说他去问了3个知情人士，也都指向债市，是因为连续3天那个美债的殖利率飙升啊，对，那债券的价格就一直崩跌嘛。是，我跟你讲啊，美股崩跌了不起是美国民众没钱啊，美债崩跌是美元就完蛋了，这个等于就是直接就是金融危机啊。所以听说是贝森特去跟川普，我也不好说警告了啊，他也不敢警告他，财长受不了了，他就跟他讲说这个非常严重啊，川爷啊，这非常严重啊，那这个福斯新闻、CNN 都爆出来了，是，这表示什么？表示川普自己惹了这一场祸，美国所有的金融市场都暴跌，对，你看它是股市。然后接下来是黄金，接下来是虚拟货币，然后现在连债市都跌，你就知道有多严重啊！美国股市从68兆的市值变成50兆，少掉了18兆就蒸发了，你还说你要打赢中国，笑死人了！你自己的股市18兆就没了，而且美国的老百姓50%在买股票，所以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就说。你再这样搞下去，我们明年怎么选啊？所以我跟你讲是连锁的，所以他昨天整个脸都黑青啊！我跟你讲啊，根本就搞不下去了啦，还搞怎么搞啊？我跟你讲啊，那中国大陆是倒过来啊，中国大陆现在就是守住我自己的金融市场就好了。对，中国大陆的储蓄啦，150兆人民币，20兆美元呐，那你就去看。他只要允许那国有银行跟保险公司可以进股市，就可以护盘啊。所以昨天全世界大跌，它也涨；今天它还是涨啊。就大家当然它有辛苦的地方，一定有，比如说出口的行业很多都停了
很惨，这个很惨啊，因为我也看到一大堆张贴啦，说抱歉啦，我们不能裁员可是我也不能给你薪水了，我实在是没办法。很多这样的公司，那这个政府要去救济嘛，可是现在就在比谁气场啊，那大家就要拿出财政补贴来撑啊，看你川普能不能再玩关税战，你再玩股市再跌，债市再跌，我看你怎么办。现在变成 G2在打架，两只大象在打架，可是大家都没有人要让，所以请教一下赖老师，现在让的真的就是变成小狗了，那川普一定没办法接受的但他跟习近平喊话、打电话，人家都不理他。中国没有理由要让因为中国现在是在捍卫世界各国的经济主权，所以他是为经济自由而战，而川普他是在搞这个没收你的经济主权，他要搞这个经济独裁。那也就是说，他看上你什么，你就必须要给他，你不给他，他就记你关税来威胁勒索你。所以他看上台积电，台积电就要过去；他未来他看上联发科，可能联发科也要过去。如果他看上台湾的整个所有的半导体都要过去。他今天他看上的格陵兰他要拿走，看上的巴拿马要拿走，也就是他甚至看上的加拿大，他要把加拿大拿走。这叫什么？也就是说，他都用关税来作为一个搞经济独裁的一个工具。那怎么样才能够搞经济独裁？就没收你的经济主权，没收你的经济自主权。当你没有经济自主权，也就是说你害怕他的关税的时候，你就只好跪地求饶。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对中国大陆来讲，他是在为他的自己的经济自主权来战，也为全世界各国的经济主权来战。所以对大陆来说，他就是捍卫贸易的自由化，一个在为自由而战，一个在为独裁而战。那你想想看，大陆怎么可以退却？而当大陆不退却的时候，他事实上他获得的是全世界的尊敬，全世界的尊重。而你看到欧盟，很明显的他的态度就改变了，因为欧盟也不愿意丧失他的经济自主权，所以欧盟他们即使过去不管是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都说不要反击美国，但是当这个川普提出对等关税的时候，欧盟的声音就趋向于一致了。除了一个国家匈牙利以外，其他的26个国家的声音就一致了。这个声音就是要反击，而他们要立刻反击，所以他们已经定出这个已经委员会通过了，而且要执行的。一个是在4月15号实施第一波的反击，5月15号实施第二波的反击，那么12月15号实施第三波的反击。也就是说，如果这段时间内美国没有撤销对欧盟的关税，他们就要反击。而不要忘了，这2波的反击是针对于美国的钢铝税跟汽车税。接着12月的是针对美国的这个对等关税。可是川普的对等关税已经加了10%喽，他并没有拿掉哦，是他的基本税已经打了10%过来了。那所以欧盟跟美国一定是对阵的，美国没有拿掉，欧盟就必须要反击。英国的首相也说他要反击，如果美国没有把10%拿走，他月底就要开始反击了。那现在在考验英国首相的诚信威望的一个问题，至少欧盟加英国他们都要反击，所以他们等于是靠到中国这边来了。所以冯德莱恩跟李强打电话就是要捍卫这个世界自由的贸易秩序，要对抗美国的关税。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大陆这个举起来的大旗在国际之间，在欧洲得到了支持。那有一些国家跪趴在地上的也就是跑去美国去求饶的那些国家，他们绝对不敢反对这个自由贸易，他们只是恳求美国放他一马，但是他用卑躬屈膝的方式，那个脸真的是丢大了。现在脸就丢最大的就是日本、韩国，还有一个，不说也罢。请教一下盛峰老师。这样子这个我们先从见树见林，先见树再来谈林。那首先呢，载舟不愁那税高不怕。你看为什么？很简单，被加到64、84，跟加到120，你说有什么差别？反正都卖不出去嘛。
你了解吧？就是说他那个加到那里以后，你现在就把它加200，数字好看了，但是意义不大。所以呢，这个加到80几的已经算是一个极限了。所以150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站在北京的连理都不会去理他。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我们再来看这一点，只有处罚中国，其他都开放，这等于给中国大陆开了一个窗口啊。这怎么说？这是一个生意朋友做纺织的朋友马上告诉我的说哎，做简单啊，就这样子。我本来到美国加了120，我可能100块的成本，然后呢卖的是150块，卖到市场。那现在120以后，我搞不好要卖到300块，我当然没有市场嘛。那怎么办呢？但是美国就是要那个市场，就要那个货嘛。你知道怎么处理吗？很简单。那我这边呢，就卖给了越南，卖给了柬埔寨，中国都卖出去。我卖90块，本来是100块的，我卖90块就为什么90块？因为10块的税金你要加上去嘛，就给你去加，那就贴了你的牌，你就出去了。然后美国的厂商乐死了，因为他有理由把150块的东西现在涨价到200到300啊，因为有税金呐。你了解了吧？你这样懂那个窍门了吧？所以市场因为需要在那里嘛，全世界没有办法提供那么多的货来给这个市场嘛。这个货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中国大陆嘛。那中国大陆就 OK 啊，那我就少赚一点，我厂商赚，然后转给其他国嘛，其他国就卖过去，然后那个美国的厂商有没有，或者做贸易的乐死了，因为我有涨价的理由。这个市场可能只有做生意的人一夜之间马上就想出来了，然后就脸上带着微笑，有没有啊？廖寡娘了，廖美杰了。但是呢，赚那个第三他们赚的人会借机赚了很多，所以他说美国将来市场会有一个很大的吵架。就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照这样子拿到的成本不高嘛，我还是坚守啊。另外一个是借机涨价，这个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呢看不出来。第三个可能更重要的一个答案来告诉我们，这一场仗里面，美国输了。很简单，当你去延了90天，就告诉人家说，我打全世界我撑不下去了。这很简单，这不是这样子吗？我打全世界我撑不下去了，那我现在只好集中力量要来打谁？要来打中国一个嘛。他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打不下去了嘛。欧洲也不敢加税。对，你打不下去了嘛？你打不下去的手脚就被人家看清楚了啊！从此呢，这个时候要来看看中国大陆为什么等他？你川普是输了，你是变动的，你90天后会什么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但是中国是赢了，为什么？因为它是坚定不变的。在整个的国际体系里面，两位守谁的都知道嘛。我喜欢跟一个变动的人往来，或者我要相信一个坚定态度立场的人往来。这个答案的，所以输赢我们不要再去讲那个大的方面，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来讲到，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一场啊，就厂商讲起来何卡在只有我，其他没有。开给了我的一个很大的，不是所有的商品，但很多的民生商品，大概就这样子找到出路了。换句话说了，他那个时候说无差别攻击的时候，他禁止的是洗产地，但他现在呢，只针对中方一家的时候，就让大家是不是一方面是找到出路，另一方面，川普原本说的他要打的还算数吗？因为呢，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公开紧拍天啦，来直接来看看他当时怎么说。I'm telling you, these countries are calling us up. Kissing my ass. They are dying to make a deal. Please, sir, make a deal. I'll do anything. I'll do anything, sir. 有没有听到？他说所有的人来找他，什么卑躬屈膝啊，拜托啊，救救我啊！总统先生跟我达成协议啊。但是问题来了，那中方呢？中方是这一回被加最多的。刚刚我们看到他们起的奉陪到底，但另一个人这个是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只是抛出了这段影片来反击。中国人民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
好，当然这一段话不是他在针对这一次的关税战所讲的啊，他当时呢是在出席抗美援朝的纪念活动的影片，但是他们想强调的就是那个中华民族是下不倒、压不垮的那个强硬态度。而这一回这个强硬态度呢，让大家比较惊讶的是，给赞虾给暗赞的是谁？是日本人。来，网络上面日本人呢，他们自己怎么讲的？他们说，虽然呢，我们跟他真的水火不容啦，但是和什么都不做的日本不同，令人佩服。还说了，这个呢是唯一有骨气的国家。大家看到，好像说呢，川普这样碾压我们，但有人可以跟他反制，心里头会有一种舒爽感。可是呢，为什么这一次日本也会被川普他给记上旗？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说，你们都在拿我们的好处。你们都不买我们美国车，但问题来了，他的好朋友安倍晋三先前不是有跟他讲过了吗？当时呢，他在回忆录里面特别讲了说。那个方向盘位置不一样啊，我们的方向盘是在是在右边啊，我们是在左边，我们在右边啊，你们是在左边啊，你就不换一个位置，那你们当然在我们这边会卖不出去啊，这不是很能理解的一件事情吗？但是对于川普来说，所有的贸易障碍，包括换方向盘这种事情，都是你们在偷我们的钱，都是你们在让我们吃亏，所以呢，没有办法容忍。那当然，这就叫做一种际遇，因为所有的学者都在说。对于中方来讲，现在就是什么？赶紧啊！命运共同体告诉大家，我们集结起来，一起来对抗这种阿爸的国家。下个星期呢，习近平要访问的是马来西亚、柬埔寨还有越南，加强的当然就是东南亚的邻国供应链合作。好，同时呢，包括了西班牙的首相 Sanchez 呢，他访问越南的时候，双方也同意要加强双边的经济联系。那你必须知道 ，Sanchez 他现在人是在越南，但离开了越南之后，他其实是要访华，是要去中国访问的。那么这一趟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不只是在中方、在欧盟，又或者是在东南亚，现在好像还蛮一致的。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呢，他也直接的跟欧盟还有东协的官员视讯，当然反对的就是美方的关税。同时呢，他们也强调说，欧盟已经开始同意展开电动车的谈判了，先前谈不下来的。现在因为川普的关系，通通都有转机，都有转圜。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欧盟啊，其实这一次我们还特别查了一下，那个75个国家有没有欧盟，它有没有被加到税？答案是它依旧维持10%。可是问题是这不对啊！川普说只要有反击的都不会退让。他们有反击啊，他们要对美加征25%的反制关税，而且里面呢很精准，精准到。包括了冰淇淋哦，那个是那个川普洪州那边生产的，我要给他课。好，包括汽车零件，那个是洪州生产的，我要给他课。精准到这样，他们就是要瞄准川普，会让你痛，会让你在期中选举没有票。甚至呢，有一个也很直接，好，这个是福斯还有奥迪，他们要在美国的车窗贴纸里面，价格它要分2个，一个就是什么，我原本其实我只卖你这个价钱哦，为什么现在那么贵？那个附加进口费就是关税加的钱，我贴纸给你加上去，让你很有感。那个不是我叫你掏钱的哦，那个钱是川普叫你买的，跟我是没关系。问你们总统去吧。好啦。大家就会问，所以现在呢？现在白宫告诉我们说，其实加墨的商品是不适用的。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的商品已经被排除在广泛的关税政策之外。那么加拿大的反击呢，其实会在4月9号生效，继续的对不合理的关税做出有力的回应。同时，你很难相信加拿大跑去跟日本合作了，2个应该是美国最坚定，一个呢在北美的盟友，一个在亚洲的盟友。现在要合作做什么？要跟其他的 G7 国家稳定全球市场，还有金融体系。换句话说，那个不稳定的因子美国要被排除了吗？回过头想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川普昨天所有的人看到他那一段谈话的时候，想说这个真的是很川普讲话 kiss my ass， 完全不给人家留余地。其实这也不符合事实了，因为我们在看，不是有多少个国家来跟你谈而是那75个国家的 GDP 是多少了？也对了，你算一下好不好？你如果把中国、欧洲、加拿大、巴西这些国家都扣掉，巴西也因为这样修了一个贸易法案是说它可以做反制，我就不相信中国加欧洲就已经全世界的 GDP 占35% 了，对，
所以这个就不用吹牛了。像这75个里面大概只有日本是可以榨到钱的啦。你说在关税战里面，其他真的要榨到别的钱，真的不容易了。因为美国就是要钱嘛。韩国也可以，韩国大概就是投资啦，台湾也可以。对了，可是日本钱是最多的啦。对日本就是他要他买，量体来说要续美债嘛。量体来说，那我们台湾也是一样美债问题嘛。你说其他国家能给多什么东西？比如说越南，越南只能够说我愿意承诺进口零关税了。我们尽量做到增购200亿美元，这个也没有保证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美国货就真的烂嘛。我举例啊，你很直接，我举例了，是，比如说台湾，比如说我举例啊，我们台湾有进口美国车了，是303亿台币我本来以为大部分都是特斯拉，我去查结果特斯拉是第3名呢。你知道第1名、第2名是什么吗？是美国制造的德国豪车。Made in USA 的德国豪车，比如说 Benz。不是真的美系车。不是美系车。还有 Luxury。就人家不要开你的车这欧洲车、美国还是欧洲车啊？日本的 Luxury。反正就是不是美国的车啦。美国车只有特斯拉对卖得不错，在台湾。所以你说你要怪你的东西卖不动，那就指控人家非关税贸易壁垒。是我就不知道他会指控我们台湾多少他是不是会指控说，你美牛美猪不可以有标示，这个叫歧视上次有讲。是啊，他会不会再来跟你说，基改食品为什么不能够进校园？他如果来搞这个，那坦白讲就已经不够君子了啦。你把这个东西都拿进来扯东扯西，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一次中国会把旗举那么高我就有2个原因啦。那欧洲人是心里暗暗认同，不能公开说而已啦。第一个就是我如果现在让你得逞了，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得寸进尺？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每年都来啊？那全世界的规则在哪里啊？第2个就是规则嘛。我们都支持 WTO， 我们都认为要让法律来办事。是。所以欧洲人是很守规矩的对，他这次反制美国是根据 ACI 反胁迫法、数位市场法、数位服务法，人家都是有根据的。你美国这是什么？就你川普随便想到了就这样打。所以我跟你讲，欧洲也没有退的余地了。因为 WTO 总要有人帮他撑着嘛，是，不然这整个世界就乱了嘛。是。好，但是呢，其实对于川普来说啦，你会问他说，那你凭什么？他会告诉你，凭直觉。他真的这样讲因为大家就跟他讲说，他有说要豁免部分他们美国企业，有些人很辛苦嘛。他问说凭什么？他说凭直觉。为什么加到125？我们也不知道原因啊，反正就是要加。但是他中方就是说我会跟你战到底，而且反而你看日本网络上面的网友反而一面力挺。请教刘老师。我觉得大陆的骨气事实上越来越赢得很多人的尊重因为其实欧洲人确实在看到中国大陆这一次起来跟美国对抗而且是骨头这么的硬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尊重的。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你看美国发动他的认知作战，就是说，哎呀，你中国大陆如果跟美国对抗的话，你会输得很惨，说你的 GDP 会跌0.5%啦，还有什么，哇，那个你看所有的负面的全部都来，那都是英文的这个媒体。但是大陆有自己的定见，有自己的做法，所以自己那么坚定，而且大陆的做法完全根据 WTO 的规定，也就是说都没有超越你怎么做，我跟着怎么做，那是我的反击权。可是同时，大陆仍然到 WTO 去提出控诉来，也就是说控诉美国违反 WTO 的规定。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是维护这个 WTO 的这个机制，因为它是联合国底下的一个唯一的全球最重要的处理经济贸易秩序的一个机构。那支持这个机构，基本上来讲就是跟欧盟就同一个阵线了。那坦白说，连日本，连所有的国家，大部分都希望在这个机制里面来运作所有的经济规则，因为没有一个国家，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是
希望被霸凌的。那美国的这种违反 WTO 的霸凌，虽然有75个国家他们去美国求饶，严格上来讲是敢怒不敢言，没有一个国家内心里面是愉悦的，是痛苦的，然后是恐惧的，那基本上是愤怒的。结果愤怒完了以后，去那边还被你川普这样的羞辱，我觉得这个羞辱之难看啊，就是说你留给这些已经跪地求饶的国家一点颜面嘛，结果他连这个颜面都不给。那坦白说，现在你对于日本来讲，他情何以堪？因为川普说，日本的高级代表团已经飞到我美国来了，又说韩国的高级代表团都飞到我美国来了，他们就是来亲我的屁股，这个多难听啊！然后他们还来求爷爷告奶奶，说放我一马吧。那等于是他说，你看我怎么宰他们。我觉得这些话讲的真是粗鲁又难听，又不给人任何颜面。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反击，在关税这个部分，可是大陆现在开始处理的是非商品的贸易哦。非商品贸易，你看他最近出了一个白皮书，就谈到中美的贸易要怎么计算的白皮书里面，他就谈到了商品贸易，虽然中国大陆的顺差，是3000多亿美元，可是非商品贸易，美国的顺差也是2、3千亿美元哦。这非商品贸易里面包括你的所有的服务贸易里面，包括你的法律顾问、会计师，包括你的影视产业，甚至包括 NBA， 然后甚至那个就是篮球啊。其实太多的东西都是非商品贸易，还有包括专利，包括智慧财产权，那些都是可以课税的。现在大陆看起来是要朝非商品贸易里面来下手了，这个力道才是大的。是，来请教一下盛峰老师。这样子这个 G7减1就等于6嘛 ，G6， 这个 G6是没有种的啦，是没有种，但是有老中站出来之后这些人的种就有了，就这么样子。这全世界很简单，还是用我看这个问题就是用我们一般生活的常识。那个呢，川普到征讨一人要拍刀转征讨，你拢打跪咧，你全部给我跪下嘛！一人拍刀转征讨，结果他都跪下去了，有一个家伙站出来了，而且身强体壮不像以前什么萨达姆站出来还摆过他堆有没有？那个是不堪一击的。要再一看，然后他顶住了，下面本来趴下去的人就怎么样子，就一个一个头敢伸出来的嘛。这群众嘛就是如此。日本的态度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某一种程度会改变中日的关系，不是经济，是心理文化因素。日本人是尊重强者的，而且面对美国是他们是趴在地上的，不敢讲话的。现在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妈，我觉得赞哦，这个日本的文化你要了解，你就可以体会了。有够笑的哈！再过来呢，新的经济三国演义已经产生了，从这一种就中欧跟美，那1+1一定大于2嘛，不是这个1呢，再怎么称呢？在最后看的民族情绪也罢吧。所以说，我们来看看大陆今天不要只看民族情绪，人家是有底气。这几十年来，大陆完成了很重要的2件事第一个，它逐步的减少在世界上对哪一个国家的完全依赖，所以它所有的工业类别全部齐全。第二个呢，它也逐步的建构一个条件，让很多国家依赖它的生产基地，依赖它的市场。你不觉得今天要是叫奥迪、叫我所有人离开中国大陆，你叫他怎么办呢？你叫特斯拉离开怎么办呢？它已经建构成这样子一个条件的时候，你去撼动它，你再回去看看美国你自己的生产力有多少？多少人就说好了，我被你逼着吧，我再回美国去设厂，能设吗？胡耀玻璃就告诉你设得很痛，没办法，设到最后要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劳工，然后由第三方介绍进厂嘛。美国的劳工他没有办法生产他全世界竞争的产品嘛，这是一个事实。所以美国不愿意去面对这个情况，他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会非常的大。这个大呢，本来我们还很担心，今天一早一听的时候有没有？我靠，这用啊！然后呢，你只要让子弹飞个1个钟头以后有没有？你就慢慢把事情看清楚了。股票现在挣起来了，可是
90天是会到的。各位，90天会到，所以所有的我现在期货又跌了，跌嘛，因为很惨，因为第一天是吃了共产叫送啊，起来这里有没有？他一直想，90天到了怎么办？台湾明天不是又？因为在90天的那种动荡之间呢，这什么的做生意的也好，干什么都知道，我不怕赔钱，对，但我不怕，我怕的是到底是什么状况？是，对，不怕赔就怕乱。所以呢，还是一句老话嘛，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子呢？这个不要担心，这不是不要被自己的乱来把自己给搞惨了嘛。好，确实哈，因为呢，对于所有的人来讲，大家在金融市场的人想要的是一个稳定。那当问题来了，在昨天呢，很多人知道说，哎呦。中国它飙涨了它的关税带到125的时候呢，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呢，后面他又把所有其他的人75个国家通通消除。记者就直接问川普啦：你不是说不会暂停，说话不算话吗？发生什么事情？听川普回应。Because you said that these tariffs would go into effect on Monday, you said no pause, and today there is a pause. So. How can people believe your words today? It's not a question of that. You have to have flexibility. I could say, here's a wall, and I'm going to go through that wall. I'm going to go through it no matter what. And keep going, and you can't go through the wall. Sometimes you have to be able to go under the wall, around the wall, or over the wall. These guys know that better than anybody, right? 好，不是、这就灵活嘛，对不对？有墙的时候怎么办啊？条规浪规啊，我一定要穿过去，我要穿过它，怎么绕都行，反正我就是要穿过它。好，他看到了一些困难，这困难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美国的人民是蛮直觉性的告诉他，为什么？复活节快要来了，复活节是什么？是小朋友很开心啊，对不对？去找那个复活蛋啊，那是鸡蛋。鸡蛋现在在美国贵死了。我昨天还看到那个美国最大供应商被叫去问，看到底有没有囤货，有没有这个这个操纵蛋价。好啦，现在呢抢蛋的盛况是什么？带你直接来看，蛋荒严重，超市上面的货架上面几乎都没有蛋。这个场景真的台湾人看起来很眼熟，你知道吗？然后呢，抢蛋之外呢，你也看到里面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甚至呢跟欧洲这边买，德国还呛瞎说你要买我的蛋，你加500%关税吧。就是这样子被人家呛的。还有什么？还有就是现在人家气到说，你要把所有的制造业都要回来。你先问问看，人家那种工时，人家那个薪水你要吗？所以出现了这样的 AI 画面。这个 AI 画面是什么？昨天呢，在网络上面迷因图疯传，美国迷因图啦。川普他在干嘛？川普他在秀帽子，后面那个人看起来都很眼熟哦，那个是 Vance， 然后这3个人也是啊，马斯克他们在干嘛？在弄鞋子。原因是因为这一次你认真的给他算下来，美国人哪里有感？这些不就是美国人他们日常生活所需吗？来，直接看这一张图好吗？但你来看到的是被加了关税之后，现在美国人疯抢 iPhone 啦，日用品有没有在洗发精一罐本来18块，现在变30块，那个就很有感嘛。然后你全身上下。已经有人做出这样一张图了。好，这张图叫做什么？这个帽子是哪里制造的？英国制造那就加10% 的关税喽。本来99块，现在变109块。还有什么？牛仔裤中国制造的，拍谁？现在是加125的关税。所以这件牛仔裤本来48.65，现在你要买的话109.5。还有什么？运动鞋，刚不是在讲做鞋子吗？越南做的大部分鞋真的很多越南来的，46% 的关税，本来115，现在167.9。其他的不讲，光这一张图拿出来一看，美国人民就会很有感，因为那个是他荷包里面的钱呐。人都是这样啦，跟你有关系就会有感。我也看到复活节有人说呢，要包那个马铃薯啊，或者是要彩绘石头啊。为什么？蛋太贵了，要想方法嘛。现在圣诞节可能也要想方法，因为呢，中方这边讲他们的这个塑胶圣诞树还有装饰厂商呢，以往美国客户都在这个时候已经会接到他们的订单，但现在呢，因为川普关税的关系，还没接到任何订单。但是呢，有87%通通都是从中方进口的，大概价值40亿美元，那都没有接到单，是表示今年货架上面都不会有东西吗？还是要去哪里买货呢？因为呢，目前90天的关税嘛。
可能还必须要赶在这90天里面进来，你才会是10%。过了90天，也不对，他如果忽然换了，你要等到他回心转意之前，赶紧进货，这才算数。川普现在呢还不爽什么事情？他不开心一件事情叫做他洗澡洗太久了。原因是因为前几任的总统，民主党的奥巴马啦、拜登啊，他们做了一个绿能。那个绿能的限制呢，就包括说呢，淋浴器的水压给他的一个限制，因为呢，希望他们能够节能，希望能够节水。他就觉得说，他最在意的是他的头发。来看看他的原话，他说：“我很喜欢舒服洗个澡，我的头发很重要啊。”再来啦，你就这个行政命令，为什么我要签？因为我每天站在淋浴下面15分钟才可以把我的头发弄湿。他觉得这太荒谬了，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我们要让美国的淋浴再次伟大，所以我要把这个莲蓬头的水压限制给它消除，这个不合理嘛，对不对？什么这民主党每次都要给我们那么多奇怪的限制。美股现在反弹，现在更多还要面临的问题是川普到底有没有做内线交易？因为他昨天呢在宣布所有的关税。75个国家关税解除之前，他喊出了 "Great time to buy"， 好时机买东西。后面 DJT 其实就是他们技术公司的缩写，现在要被查，到底有没有内线交易？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样来看？好，大家都在讲啦，川普你说话不算话，他说不是，我这叫灵活。我那个内线交易 SPY， 昨天也传出川普贴那个推特之前。这个被人家进场买爆 ，SPY 的期权就是 S&P 的期权啊，买涨啊，所以有人先知道，涨了21倍哦，21%了，我说错了，21%，21倍就有点多呢，对，21%，21%，我就是说很多啦，到处都在传，那有一位参议员叫 Adam Schiff，他已经要成立调查委员会，这个川普本人我不敢讲啊。可是川普的家族基金是谁操盘的？因为他的家族财富基金有进场啊。那也有人说，那个 Kushner 那个 Affinity Partner 要不要查一下？他女婿，他们都有基金啊。然后还有他身边的核心幕僚，要不要查一下啊？这个当然是案外案了。那我也看到有人贴出这个。川普那个 Make America MAGA 的帽子，对，说现在要涨1倍了，因为 Made in China 连那礼帽子都要涨价。我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了，我们这个当然两边都要受伤的啦。因为比如说沃尔玛它有60%的货源是来自中国，那你想一想嘛，贸易战打了6年了，为什么它没有转到其他的供应链？显然就是它在中国拿到了供应链最方便。因为量够大，性价比也够高，不然理论上它进口很多低端的啊，你可以去越南买啊，巴基斯坦、孟加拉，为什么你都没有转呢？我跟你讲，这个供应链要立刻重建是不容易的啦，所以我觉得搞不好连沃尔玛都自己囤货，因为现在就会涨价啊。我如果再隔个1个月或者2个礼拜之后卖，我可能会赚到钱。所以我觉得川普恐怕第一个面对的危机是美国会不会有缺货危机？是啊，那中国老百姓，这个中国的出口商当然就要勒紧腰带了。那也许政府会给他一些补助啊，那可是他也没办法，因为现在所有的出货船都暂停了。那美国的进货也暂停了。现在就是撑看谁的气场啊。就这样啊。好，比气场，因为连 iPhone 都在抢货，对，那这怎么办呢？我们先进广告，等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讲到川普呢，他其实对外要强硬之外，对内其实他有蛮大的一个民间舆论压力。来，请教廖老师。川普的关税现在总算让美国人因为广大的美国人他们是消费者，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这个进口关税最后会转嫁他们身上。有绝大部分的这个川粉都不认为是这样，都不相信，他们都被政客欺骗的那个晕头转向的。可是即使有很多的路人甲乙丙，他们用他们的现身经验来跟他说，我就是进口商，
关税就是我们吸收，他们还是听不进去啊，因为他们总认为说，那你很有可能是民主党的啊等等的。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进口关税实施的时候，美国的物价真的是涨上来了，消费者才真的领悟到说，原来关税真的是我们吸收，所以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被美国的总统川普所欺骗，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国民教育很好的一个机会，以后不要再随便去玩这个关税政策，不要再听政客在那边胡说八道，说关税可以给你带来多少好处这样子。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第二个，美国人也慢慢的会领悟到，就是说，并不是工厂都回到美国就是好事。例如说，你说iPhone 是美国人的骄傲嘛，算美国的骄傲好了。说他们能够设计研发出一款很好的一个手机，可是你要生产制造都到美国来的话，有可行吗？你美国人还能够用这么便宜的手机吗？何况你美国的手机还能够卖到世界各国吗？第一个，你内销都不要关税都没有税，甚至连营业税都给你减免了那你的内部里面，你以你的人均所得这么的高的情况下，你去在美国生产 iPhone， 你觉得要多少钱一支？2倍价，对不对？最少嘛，2倍。所以你根本外销不出去，你国际间没有竞争力，然后你在国内也没有竞争力，因为外国的手机进美国你就倒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让美国人好好的一个教育，说不是所有的制造都到美国就是好事。美国人都忘了当时这些为什么会到其他国家的。我们等等回来要请盛峰老师来帮我们总结。好，新闻的最后呢，我们要请盛峰老师帮我们总结。从以前到现在，读过所有的总体经济学理论，不管哪一家哪一派，从来没有一家告诉你用这个用关税可以解决经济所造成的所有的问题。他现在是把这个当作万能丹一样，好像所有的问题就要关税了，那美国所有的问题都解决。这个也实在是我们就讲是天才。那我们现在来看，现在全世界也不是说全世界行内的人现在关心的一件事，川普的团队有没有内线交易？因为这一次是仓促做决定嘛，他昨天是跌成那个样子嘛，今天忽然涨成这个样子嘛，你说有没有内？就没有，人家都怀疑有，所以美国势必一定在这个问题上将来会纠缠不清。2天都有人举证这一定会纠缠不清。他的发文也是时机点超奇怪的，是，所以这个纠缠不清了。那么再过来呢，在这一场大家一定很关注的这一场情况在美国会出现什么？美国已经出现富豪大幅收税，他的财产夸上，然后呢，市民呢充分的感受到这一个物价的上涨，他的口袋正在干杯之中，这很现实。而且生意人的说法一定是这样子，我知道关税一定你9个月、6个月、几个月，反正这个还没有解决。